大家好，我是 Klaus。美国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贺锦丽作为一位年轻的政治新星，今年8月份宣布成为了拜登的竞选搭档。贺锦丽拥有非裔和印度裔血统，还有一个中文名字。作为民主党的副总统候选人，希望有助于获得美国少数族裔的支持。贺锦丽的政治主张备受争议，包括支持黑命贵运动、堕胎、开放边境和反对能源开采等。一直以来被共和党人标签为社会主义者。川普还说他的左倾远超过了社会主义者，认为他是共产主义者。今天借助最近的时事分析美国左派思想和共产主义，特别是机会平等和结果平等这两个概念，跟我们看到最后哦，谢谢。昨天贺锦丽在推特上发布了一个动画小视频，讲解了自己对平等和公平的理解和主张。我们先一起来看一下。 So there's a big difference between equality and equity. Equality suggests, oh, everyone should get the same amount. The problem with that, not everybody's starting out from the same place. So if we're all getting the same amount, but you started out back there and I started out over here, we could get the same amount, but you're still going to be that far back behind me. It's about giving people the resources and the support they need so that everyone can be on equal footing and then compete on equal footing. Equitable treatment means we all end up at the same place. 是不是感觉说的挺好的，甚至有点好过了头，给人一种看 CCTV 的感觉？没错，就是这样，就连评论都一样，成了大内宣的大型翻车现场。我们来看一下网友的评论。网友 Andrew 说，副总统候选人在大选前火力全开宣传马克思主义，这不是自己打自己脸吗？原推4万的按赞，这条评论就达到了3万。James Lindsay 说，贺锦丽说的话就是共产主义的定义。川普的儿子 Donald Trump Jr. 转发了推特说，贺锦丽公开宣传社会主义，虽然我们都知道，但是感谢你这么大声地说出来。小川普的这条转推按赞已经超过了贺锦丽的原推。贺锦丽试图宣传平等和公平的不同，那这两者到底有什么不同呢？这一幅图最经常用来形象地解释平等和公平的不同。平等就是所有人获得相同的权利，但由于每个人起点不同，依然不能缩小不平等的差距。公平就是给予不同的人不同的权利，最后达到相同的结果。就像贺锦丽在视频里表达的一样，即使每个人的起点不同，但最后都能到达山顶，迎接乌托邦的太阳。所以公平听上去比平等更合情合理。那为什么贺锦丽却被批评是共产主义呢？正如 Robbie Starbuck 说，贺锦丽就是共产主义者，他们总是把事情描绘得非常美好，但是现实却完全相反。看看委内瑞拉和古巴，他们之前就是这样的宣传，但是结果却很糟糕。共产主义的定义就是通过阶级斗争的方式来建立无阶级的社会。首先，共产主义主张的阶级斗争就是一种宿主暴力和反人类的主张，造成共产主义运动中以屠杀的方式消灭不同阶级。比如在中国的土改运动中屠杀几百万的地主，在反右运动中又屠杀了几百万的企业家老板。这种阶级屠杀出现在了所有的共产主义国家之中，包括苏联、柬埔寨、朝鲜、古巴等。所以有网友就贴出了斯大林的照片，回复贺锦丽，追求公平的斯大林上台之后杀害了6000万的同胞。所以平等和公平的图也因此衍生出了新版本。理论上公平虽然很美好，但实际上的追求公平消除差异并不是赋予弱者更多的资源，因为这些资源不可能凭空的创造出来，往往需要暴力运动才能进行利益的再分配。即便是资源再分配之后，杀掉了那些不想被平等的人，剩下的人都平等了，但是这种所谓的无阶级的社会也难以维持长久。就像贺锦丽在视频里所说的，每个人的起点不同，所以不公平。可是每个人本来就是起点不同，这就是活生生的现实。正如网友 JD Sharp 回复贺锦丽说，每个人天赋不同，努力程度不同，机会不同，
所以一定会造成不同的结果，慢慢就会产生不同的阶级。共产主义所谓的无阶级社会是维持不下去的，强行用政策干预，只能导致有能力的人不想再努力，社会无法进步。比如有人创造5000元的价值，有人创造1万元的价值，平均7500元。如果每个人都获得7500元的回报，那么创造高价值的人就失去了动力，只想创造7500的价值，这样平均值又降低了。每个人不再是向上竞争，而是比谁更差，比谁更懒。所以平等和公平的对比图又衍生出来了这一幅，追求公平，最后所有人都变成了矮子。就像中国搞的人民公社化运动，网友 The Amateur 也贴上了同样的照片，每个人干同样的工作，分一样多的粮食，但是每个人能力不同，贡献不同，如果结果相同，那就没有人想努力了。所以最终造成了中国的大饥荒，全国饿死了几千万人。就像之前分析民主与经济的节目里提到的，在最不民主的国家里，贫富差距小，看似平等，实际上是所有人一起贫穷，一起挨饿。Melissa 说，贺锦丽是直接出柜，承认了是共产主义者。机会平等对比结果平等，结果平等就是共产主义的乌托邦思想。追求结果平等就是无视每个人的不同，最终只能适得其反。一个正常的社会不应该追求结果平等，而是要提供给公民机会平等。应该怎么去理解这个机会平等呢？社会提供给每一个人相同的机会，但是能不能把握住这个机会，和把握住这个机会能不能获得一样的结果，就要看个人能力了。就像一个公司招聘人才，在政策方面应该给予每一个人机会，不能因为个人无法决定的原因拒绝一些人。比如某一种肤色的人不能参加面试，因为肤色不能决定是否胜任这份工作，所有人都有资格来面试这份工作，这就是机会平等。但是能不能通过面试拿到这份工作，就要看个人的能力。获得这份工作之后，也不能保证每一个人的工资待遇就完全一样，同样也是因人而异。在提供机会平等的社会里，才能形成积极向上的竞争环境，促进社会的进步和发展。相反的，追求结果平等的社会就会扼杀社会的进步和创新。就像 Tesla 和 SpaceX 的总裁 Elon Musk 说过，我们要教育我们的孩子，共产主义的每一次实践都失败了，希望美国不要成为共产主义国家。好了，下面进入网友互动环节。上一期节目我们指出了中共关于抗美援朝的5大谎言。网友阿直说，抗美援朝后遗症所欠下的间接造成了大跃进、饥荒及日后文革的开端，现在不去面对历史所犯的错误，还要抬举所谓抗美援朝精神，可笑可笑。网友赵晓东说，我是丹东人，以前经常在鸭绿江边看朝鲜，觉得他们过得太辛苦了，而且在国内我也了解到了所谓抗美援朝的真相。我始终觉得中共所谓的抗美援朝是一场邪恶战争，将来金家王朝一旦垮台，朝鲜人民必然会非常痛恨中共。韩国的5000万人生活的幸福自由，而朝鲜的2500万在邪恶压迫、没有自由、吃不饱、穿不暖的国家中艰难度日。网友 Lee Anthrom 说，毛是一个独裁者和暴君是没错，但是理性的说，毛起码还是个有种的人，起码比今日这些鼠辈强得多。如果今天有台海战争，习总绝对不敢把他的宝贝女儿送到前线司令部，连福建省都不敢去，前线上去的都是别人家的孩子。网友林小云说，毛主席一生做对2件事，一是将太子搞死，二是搞死自己。好了，本次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所有参与留言讨论的朋友们，我是 Klaus， 我们下次再见。